娘说我是谢家的骄傲，只要带着她亲手做的花冠走过这道天锁，我便是大周最尊贵的女人。可是，一群马蜂却被藏在花冠里的细小毒虫吸引而来。姐姐，这高空的风景，你怕是无福消受了。而养妹却凭借桃花簪引来百蝶，一跃成为宠妃。百蝶引路，稳若惊鸿，封谢家次女谢若瑶为贵人，赐号贤。原来我所有的期许，不过是他们母女二人步入青云的奠基石。若能重来，我定要你们万劫不复。我回来了。月儿，这是娘亲手做的花冠，戴上它，保你引来百蝶，一生荣华。一生荣华，这一世我要让这满头毒虫咬在谢若瑶的喉咙上。娘亲手做的，女儿自然要戴。月儿，及时相近，莫让你妹妹等久了。你们姐妹二人何该并肩启程，方能接住那场破天的富贵？母亲苦心，女儿明白。这番入宫，女儿定不负母亲期望，与妹妹同进同退。姐姐这花冠真是鲜艳夺目，进了宫定能招惹不少蜂蝶呢。妹妹净打趣我，这花冠是母亲熬了几夜亲手做的，重的是母亲的心意。妹妹这桃花簪虽然朴素，想必也是爹爹费心寻来的好东西。那是自然。既然都收拾好了，便跟着嬷嬷上车吧。淑月，入宫后多帮衬你妹妹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这心意，我定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。吉时已到，秀女们上车吧。是嬷嬷。我知道，若我推辞这花冠，爹这碗滚烫的茶便会失手泼向我的脸，娘那尖锐的宝石护甲更会不小心划破了我的链甲。既然你们打定主意要毁了我的脸，好给谢若瑶腾位子，那这出戏我就顺着你们演。谢若瑶、林氏，接下来的局，咱们见招拆招。嬷嬷，选秀的规矩我不大懂，您能否指点一二？谢大姑娘，老奴在这宫里待了大半辈子，看您是个有造化的，不妨提点您一句。嬷嬷请讲。保和殿后头有一座观音殿，太后娘娘向来信佛，最是看重有礼数、有孝心的姑娘。多谢嬷嬷指点。姐姐走得这么慢，莫非是这花冠太重，压得直不起腰了？观音殿，戏女谢若瑶，求菩萨保佑戏女今日选秀顺利，得皇上恩宠，将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踩在脚下。这桃花簪玉质极其特殊，遇火便会变色。若是这簪子变了模样，还好还好，簪子没坏。这火烧得这么旺，肯定预示着我今后在后宫红红火火。这是菩萨显灵在保佑我啊！戏女谢淑月，今日得见菩萨金身，心中惶恐，愿以母亲亲手制作，承载家族期望的花冠为贡品，供放观音菩萨，祈求我大周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太后娘娘与皇上福寿安康。这谢家嫡女果真是个懂规矩识大体的，
不像旁人只求自身荣华，她一开口便是家国天下。太后娘娘若是知道，定会十分欢喜。装模作样的贱人，以为把这晦气玩意儿供起来就能逃过一死，而我凭着这桃花簪，定能一飞冲天。说是头上什么都不戴，未免过于肃静。到了御前，便是殿前事宜的大罪，时间紧迫，只能就地取材了。这也太寒酸了吧！居然摘野花戴，看他穷酸的样，他戴着确实好看啊，把咱们都比下去。时辰到了，姑娘们，随老奴前往保和殿。若是冲撞了圣驾，小心你们的皮！前世我在这场大典上受尽屈辱惨死，这一世我要让这里成为我扶摇直上的第一步。礼部尚书谢天华之女谢淑月觐见。臣女谢淑月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就是那个在观音殿献花冠的谢家姑娘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正是臣女。鲜花虽简，却难掩国色，更是难得的一片诚心，雅致漂亮。留牌子。封贵人，臣女谢太后娘娘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谢家祥女谢若瑶觐见。臣女谢若瑶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下去吧，撂牌子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后怎么可能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被赶出宫。呀，这簪子。你头上的簪子，上前两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果然，只要太后看到这只簪子，我飞黄腾达的日子就来了。这是哀家母亲的遗物。臣女实在不知，这竟是太后娘娘生母的遗物。这是当年父亲在集市上偶然所得，见其虽然朴素，却透着古拙之气，便赠予了臣女。这簪子的玉质特殊，本该是通透的粉色，可你看看它现在的样子，如今竟变成了浑浊的鸡骨白。如此珍贵之物变成这般模样，可见你平日里保存不当，根本不曾爱惜。怎么会变色？明明进宫前还是粉色的，到底是在哪里出了差错？难道是在观音殿那场无名火？念在这簪子送回来的份上，留牌子，封答应。答应？那是后宫中最低贱的位子。我明明献上了至宝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我不服！臣女多谢太后、皇上恩典。妹妹走这么急，可是急着回府去向父亲报喜？谢淑月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只是在想，妹妹费尽心机得了太后的青眼，怎么最后才得了个答应？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！太后既然留了我的牌子，就说明那簪子有用。等我翻身那一天，看你还能笑多久？翻身，那也是以后的事。如今圣旨已下，我是贵人，而你是答应。妹妹，按规矩，你是不是该向本贵人行个大礼？咱们走着瞧。不过是贵人和答应的微微差距，便连表面功夫都懒得装了。谢若瑶，这后宫的路可比你想象的要长。终于可以回家待3天了，我娘肯定给我准备了最爱吃的桃花糕。按宫中规矩，中选秀女可以回家待3天，拜别父母。上辈子谢府是我十分眷恋的家，可这辈子我宁愿待在皇宫里。那对虚伪的爹娘若知道我没死，恐怕会有新的害人招数。姑娘，各府的马车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谢府的人没来接您，需要老奴派人去催催吗？多谢嬷嬷费心，我不回去了。不回去，这可是宫里特许的恩典啊！臣女自请留在观音殿，侍奉菩萨，为太后与皇上祈福。这谢家大姑娘倒是真坐得住，这都第4天了，硬是一步没出过这殿门，可不是吗？我昨儿路过她房门口，那抄好的经书都堆了半尺厚了。这3天她亲力亲为，连这地砖缝都擦得锃亮，这哪是来选秀的，倒像是真来侍奉菩萨的。依我看，这位往后的造化大着呢。谢姑娘，
接太后娘娘懿旨。太后娘娘有旨，谢家嫡女谢淑月自请刘公潜心礼佛，贵人超经辛苦，哀家甚慰，特赐封号讳，钦此。嫔妾叩谢太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主子快请起，太后娘娘看了您抄的经文，直夸您字迹娟秀，心性沉稳呢。能入太后娘娘的眼，是嫔妾几世修来的福分。这都是太后娘娘的意思，主子且收下吧，老奴还要回慈宁宫复命，就不打扰了。上辈子谢若瑶进宫便是贵人，不到半年生了嫔，1年后封妃，3年后成了贵妃。她踩着我的尸骨一路高升，风光无限。这辈子我抢在她的前面，先得了太后的青眼。谢若瑶，属于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她谢淑月能得太后字号？她算个什么东西？主子息怒，当心伤了手。闭嘴！都是你们这些没用的废物！谢淑月，你以为有太后撑腰就能骑到我头上吗？做梦！这后宫，我谢若瑶定要站得比你高，把你踩在脚下，碾碎成泥！贤小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李公公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在太后那儿失了先机，若是再不能拔得头筹事情，这后宫里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？小主放心，令尊谢尚书当年对咱家有恩，这绿头牌的规矩嘛，咱家还是能做点主意的。那就拜托公公了，待我得了圣宠，绝不会忘了公公的恩情。皇上有旨，谢氏次女温婉端庄，即日晋为贵人，赐封号贤。姐姐，这封号加身的感觉真是不错。你我现在可是平起平坐了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太后娘娘赏赐给我家主子的芍药，你们凭什么抢走？就凭我家主子现在是贤贵人，皇上昨晚宠幸了我们主子，今天就下了继位的旨意。贤主子说了，他宫里正好缺几盆芍药点缀，借惠主子的花用用，怎么了？你们强词夺理，这明明是强抢！滚开！主子，他太过分了，抢了花不说，今天去内务府领绸缎，贤贵人的人又把咱们份里内的好料子全走了，就给咱们丢下这几匹破烂棉布。主子，您才是谢家的嫡女啊，他凭什么骑在您头上作威作福？把这些料子收进柜子里去。主子，太后娘娘交代的经文还没抄完，别让这些贤士分了心。他想抢就让他抢。谢若瑶啊，谢若瑶，你以为得了皇上的宠幸就能在这后宫横着走了？你现在爬得有多快，将来摔的就有多惨。皇上，您都连续3日翻臣妾的牌子了，是不是最疼爱臣妾呀？你乖巧懂事，朕自然疼你。陈妃那个倔脾气，气了朕这么多天，朕倒要看看她到底急不急。皇上，不好了，陈妃娘娘心口疼得厉害，喘不上气来，都快晕厥过去了。快，白家延禧宫！皇上，您去哪儿？您答应今晚陪臣妾的。陈妃身子不适，朕必须去看看。你给朕松手！皇上，太医已经过去了，您就留下来陪陪臣妾。朕叫你松手！我的手！主子，报应来了。什么事？贤贵人摔断胳膊了。哦，怎么摔的？因为那位陈妃娘娘。陈妃是将门之女，与皇上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重。皇上本想登基后立她为后，可太后嫌她生性跋扈，身子骨弱，便百般阻拦，这才只封了妃。这次大选又让陈妃心中郁结，根本不听皇上的劝解。皇上也是个倔脾气，受冷落后连着3日宠幸谢若瑶，想借她去气一气陈妃。听说她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，现在满宫里都在笑话她。在这后宫，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当成下棋的人，却不知自己只是颗随时可弃的卒子。谢若瑶折了右臂，不过是利息。这后宫的白月光也到了该熄灭的时候。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。
惠贵人可算来了，太后正念叨经文呢。您这份心意送的正是时候，有劳姑姑挂心了。太后极少宣妃嫔觐见，今日召见是对贵人的认可，贵人请吧。臣妾惠贵人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愿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惠贵人，哀家听说你是这玉京第一美人，不过是旁人谬赞，嫔妾蒲柳之姿，实在不敢当。你倒不必自谦，哀家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在这深宫里见过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这张脸确实当得起第一美人的名头。只是漂亮归漂亮，却不像有些人那样仗着几分姿色就轻浮起来，恃宠生骄，甚至敢给皇上脸色看。你稳重端庄，知礼数，懂进退，哀家的惠字没有给错。太后这番话，明着是在夸我，暗里却是在敲打陈妃。陈妃仗着皇上宠爱，骄矜任性，太后早已对她容忍到了极限。太后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能牵制甚至除掉陈妃的刀。太后娘娘谬赞，臣妾身在后宫，唯有守拙，方能不负娘娘教诲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碧幽带他们都下去吧。是娘娘。惠贵人，哀家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你可知哀家为何要抬举你？臣妾愚钝，愿听娘娘安排，绝无二心。皇上登基3年了，后宫只有陈妃一个高位妃嫔，可她身子骨太弱，3年了也没能怀上一儿半女。皇上又专宠她一个，旁的妃嫔连边都沾不上。没有子嗣是国之根本的大事，哀家不能不管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今晚哀家会赐一壶温情酒，让皇上去你那里，你好好把握机会。温情酒？太后这是要拿我当生育的工具，去分陈妃的宠？谨遵太后娘娘吩咐。主子，今晚皇上要来，您可不能素着，快试试这件金丝软烟罗。不用，太后让我争宠，我偏不。在后宫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，皇上是不会珍惜的。主子，您真的不换衣裳，不梳头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不换。皇上驾到！嫔妾恭迎皇上。平身。你就是惠贵人谢淑月。回皇上，正是臣妾。朕还有事，你早些歇息。恭送皇上。你倒是不闹。皇上日理万机，嫔妾不敢叨扰。嫔妾今日抄了一卷药师经，是为陈妃娘娘祈福的，愿娘娘早日康复。整整一卷经文，没有几个时辰是抄不满的。他竟是为了给陈妃祈福。皇上，今儿要落雨打雷，您还是早些去陈妃娘娘那里吧。太后娘娘那边，嫔妾会说秀水来了，无法侍寝。你不怕太后怪罪？嫔妾不过是说了实话，太后娘娘通情达理，不会怪罪的。皇上会和嫔妾一起保密的，对吧？对。主子，您怎么把皇上往外赶啊？在后宫争的不是一时长短，而是谁能在人心里留下痕迹，让他带着对陈妃的牵挂走，他才会记住我的退让。惠贵人，这些东西是皇上的一点心意，您收着。有劳公公了。主子，把皇上赶走了，皇上反倒赏了这么多东西。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
他昨晚心里只有陈妃，我若像别人那样死缠烂打，只会惹他厌烦。在所有人都在抢的时候，我让了，他反而觉得亏欠。此后，皇上便时常来我这儿小坐。他来的时候，我大多在抄经，他也不打扰，就看看书，喝喝茶。朕在你这里，倒觉得心里安生。皇上若是觉得安生，常来便是。人人都想从朕这里得到些什么，恩宠、位分、子嗣，只有你，什么也不要。嫔妾只盼能常伴皇上左右，为皇上和太后抄经祈福，已是嫔妾最大的福分。我当然要，我要的是比恩宠、位孙、字子都更长久的东西。我要活着，还要把那些害过我的人踩在脚下。皇上说好了来陪本宫用晚膳的，人呢？朕批主子晚了些。批主子？怕是又被哪个狐妹子绊住了脚。嫔妾参见皇上，皇上脸色不佳，可是朝政烦心。还不是陈妃，朕不过是批折子晚了些，他便摔摔打打，连朕最喜爱的白玉针织都摔了。3年了，他的脾气是一点没变，反而越发骄纵。陈妃娘娘是将门之女，性子难免直爽些。娘娘也是因为在意皇上，才会这般患得患失。若是他有你一半懂事就好。懂事，在这深宫里，懂事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罢了。陈妃的骄纵，迟早会耗尽你对她那点可怜的愧疚和情分。皇上事务繁忙，切莫为了后宫琐事伤了龙体。娘娘那边，皇上过几日再去哄哄便是了。朕不想去，这几日，朕就在你这里歇着。嫔妾遵旨。皇上连续几日在我宫中留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后宫。主子，您看，内务府那帮见风使舵的，现在送来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贤贵人那边听说气得砸了好几个花瓶呢。让他砸吧，他越是沉不住气，错处就越多。启禀惠贵人，太后娘娘传您去慈宁宫问话。太后，看来是这几日皇上留宿我这儿，引起他的注意了。知道了。嫔妾谢淑月，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愿娘娘万福金安。惠贵人这几日伺候皇上，辛苦了。能为皇上和太后分忧，是嫔妾的福分，不敢言苦。哀家听闻，皇上连续3日宿在你那儿，连延禧宫陈妃那边都没去。你可知，这后宫最忌讳的，便是一个专字。老狐狸，当初急着让我分宠的是你，现在怕我做大的也是你。太后娘娘明鉴，嫔妾绝不敢有专宠之心。皇上今日心绪不佳，只是来嫔妾那儿喝茶，寻个清静，并未做逾矩之事。嫔妾每日都劝皇上多去看看陈妃娘娘和其他姐妹，只是皇上他……你是个懂规矩的。哀家要的是这后宫百花齐放，皇子绵延。你若能早日怀上龙翼，哀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嫔妾谨遵太后教诲，定当尽心竭力。站住！谢淑月，你少得意！别以为皇上去了你那里几天，你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让开！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个用来制衡陈妃的棋子。等皇上厌倦了你那副寡淡的样子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棋子，至少我还有做棋子的价值，而你呢，得上棋盘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若再敢在我面前犬吠，我不介意再烧你一次头发。主子，您还有心思在写字呢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谢若瑶隐忍1个月，也该有动作。可是贤贵人在御花园跳舞，跳舞便跳舞，有什么稀奇？
她穿的是鹅黄色的衣裳，当年陈妃娘娘与皇上初见，穿的就是这颜色。而且李公公还让人去请皇上了，这会儿皇上怕是已经到御花园了。谢若瑶，你蛰伏1个月，就憋出这么一个寻死的法子。奴婢远远瞧见皇上笑得极高兴，还亲手扶了贤贵人一把。自从陈妃娘娘病了，奴婢就没见皇上这样笑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笑得高兴，在这深宫里，笑得最高兴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清醒、最绝情的时候。皇上此刻笑得有多深，等他回过神来，那股被冒犯的厌恶感就会有多重。知道了，主子，您就不着急吗？贤贵人这一招要是成了，以后还不得骑到您头上来？急什么？这世上的事，越是刻意，越是留不住。谢若瑶，皇上在透过你看另一个女人的影子。你以为你成了影子就能得到月亮，可你忘了，一旦月亮本尊出现了，你这个影子就只是个惹人嫌的累赘。主子，这荷花开的虽好，可日头见毒了，咱们回吧。不急，这池子里的风最是清醒。瞧，总有些按耐不住的，要自个儿跳出来搅浑这水。姐姐吗？怎么连个路都站不稳？莫不是整日关在屋里抄经，把骨头都给抄酥了？姐姐若真是想修仙，不如直接去观音殿住着。这皇上的恩宠啊，姐姐既然抓不住，就别怪妹妹我当仁不让了。若哪天姐姐在屋里饿极了，尽管差人来我宫里，赏你几盘剥好的玉果消消食。主子，您伤着没？贤贵人现在圣宠正浓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奴婢真怕，万一哪天她在皇上面前给咱们下绊子，咱们在这宫里可怎么活啊？不必慌乱，她现在跳得越高，陈妃心里的那根刺就扎得越深。谢若瑶以为模仿陈妃是捷径，却不知她是亲手把自己送到了陈妃的断头台上。春枝，把我这几个月抄好的100份药师经封装好，你亲自带人送去观音殿供奉，为陈妃娘娘祈求康健。100份啊！主子，这可是您熬了多少个日夜，眼睛都熬红了才写出来的，就这样平白给了延禧宫，奴婢真是不甘心。去跟观音殿的师傅交代清楚，这些经文要供在佛前，受足香火，供满7期49天方可。去吧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谢若瑶在抢宠，而我是在救命。只要陈妃信了我，这后宫的水马上就浑了。主子，延禧宫的大丫鬟过来了。快请进来。惠贵人，我家娘娘听闻您在观音殿为她日夜祝祷，甚至供奉了100卷经书，心中感念。这荷包是娘娘病中亲手缝制的，特遣奴婢送来，谢过主子的一片真心。嫔妾微末心意，竟劳烦娘娘病中动针，实在罪过，烦请姑娘回禀娘娘。这份重礼，淑月定会随身佩戴，片刻不离，全当是娘娘给淑月的护身符了。
主子的话，奴婢定一字不落的带回延禧宫。娘娘身子弱，身边离不得人，奴婢这就告退了。惠贵人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延禧宫刚传话来，陈妃近来胃口大开，竟能进些补药和清粥了。太医都说是你的药师经在佛前显了灵。是陈妃娘娘福泽深厚，嫔妾不敢居功。只要娘娘凤体安康，嫔妾便是日夜祝祷也是值得的。陈妃今日还同朕念叨，说等那100卷经文在观音房供满49天，她要亲自去烧经祈福。这份心意，朕记在心里了。你这般至纯之性，朕断不能亏待。传朕旨意，晋惠贵人为惠嫔，赐居永寿公主殿。嫔妾谢皇上隆恩，定不负皇上厚爱。主子，咱们升了，不仅封了嫔，连陈妃娘娘都见好了。这往后宫里谁敢给咱们脸色看？见好了，那是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。主子，您说什么？陈妃那是命不久矣了，她要亲自去烧经，那便是她给自己选好的葬身之地。惠嫔，她凭什么？我费尽心思复刻陈妃才得的位分，她凭几张破纸就跟我平起平坐？娘娘，家里寄来的私信。原来如此，爹娘说的对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中秋佳节，愿母后凤体康健，大前国泰民安。皇帝有心了，今日家宴不必拘礼。哀家看谢家这一对并碧莲，倒真是为这皇宫增色不少。多谢太后夸奖，臣妾特意排演了一支舞，想为太后和皇上助兴。哦，准了。皇上，这舞臣妾看着眼晕，倒不如惠嫔那般安安静静的，让人舒心。爱妃若是嫌闹，歇会儿便是。赏。谢皇上。月儿，怎的喝这么多冷酒？女儿心里高兴，多喝了2杯。姐姐莫不是看我得了赏赐，心里不痛快，借酒浇愁吧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亲姐妹，在宫里要互相帮衬。今夜这盘棋也该动一动。哀家有些乏了，先回去了。母后，儿臣送您回宫。不必了，你留下来陪着他们，哀家自己回去便是。臣妾也先回去了。月儿，你瘦了，在宫里是不是受了委屈？娘多虑了，女儿很好。若是真的挂念我，为何入宫半年，一封家书都不曾寄过？月儿，娘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娘，这里说话也方便，这里人多嘴杂，娘想跟你说几句体己话。月儿，你不会连娘的话都不听了吧？好，娘想去哪里？观音殿吧，那里人少清静。月儿，你入宫这些日子可曾想家？自是想的。记住，你姓谢，家族的荣耀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深宫之中，唯有血脉亲情才是最可靠的。血脉亲情，在你们眼里，只有谢若瑶才是谢家的指望，而我不过是可以随时丢弃的踏脚石。那料子是苏州织造专供的月光缎，全后宫只有陈妃有。
谢淑月跪下！娘，这是何意？你为什么没有戴那顶花冠？那3天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爹在家里等了你3天？你进宫之后，处处跟若瑶作对，他进嫔，你也进嫔，你素面迎驾，抢他的风头，你是存心要跟他过不去是不是？谢淑月，我哪里对不住你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养育之恩。养育之恩，娘，那顶花冠里到底放了什么？什么放了什么？你自己不戴，反倒怪起花冠来了。花冠里有透明蚜虫，蚜虫分泌蜜露，最易吸引马蜂。只要我戴上那顶花冠走动，必会被群蜂蛰灭，容貌尽毁，甚至丧命。娘，您做那顶花冠的时候，就想让我死，对不对？是又怎样？谢淑月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占了若瑶嫡长女的位子，怎么就如此心安理得、恬不知耻呢？我的若瑶比你聪明，比你懂事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序、待人接物，哪一样不比你强？历来选秀，一家只能中1个秀女，就算中了2个，得宠的也只会有1个。若瑶有大志向，入宫是她的梦想，你怎能靠着这张狐妹子脸阻拦她的路？你活着1天就是瑶儿的绊脚石。路不是念在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份上，我早就……可能我是母亲10月怀胎生下的，难道……爹带你去看烟花，月儿是爹爹的掌上明珠。爹爹最好啦！从爹带回谢若瑶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慈爱。爹，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？那是阿瑶的爹。二叔顶替了亲爹，他们杀了亲爹，霸占了家产和名分。娘，您还跟他废话什么？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娘，打晕他，剥了他的衣裳，然后我去叫人。等各宫妃嫔都来了，看到一个衣衫不整的惠嫔躺在观音殿里，您说太后和皇上会怎么想？私通侍卫、秽乱宫籍，这个罪名够他死100回了。瑶儿，这会不会太……娘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他已经起了疑心，今天不除掉他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你忘了爹心里怎么说的？他现在是惠嫔，跟女儿平起平坐，太后还偏着他，再拖下去，女儿这辈子都别想越过他。还有爹，他知道了真相会害死爹的。是陈飞，他一直在那里，听到了全部，必须拉他下水。快跑！有人要害我们，去叫人！有人在外面！不可能，我让人守在大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不管是谁，先打晕再说，绝不能让他跑了！去死吧！说，你们到底居心何在？竟敢在宫中行刺妃嫔！皇上，臣妇冤枉啊！臣妇和贤嫔娘娘只是想去观音殿上香的。臣妇思念女儿，想跟惠嫔娘娘说几句提己话，谁知惠嫔娘娘忽然发了疯，拔出刀来就要伤人。臣妇是护女心切，为了保护贤嫔，才迫不得已捡起地上的棍子，想要阻止她。至于陈妃娘娘，臣妇当时根本没有看到陈妃娘娘，是惠嫔自己冲上去的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查。臣妇对惠嫔娘娘只有慈母之心，绝无半分歹意呀。慈母之心，你当朕是3岁小儿吗？贤嫔，你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是谢淑月。是他什么？是他先动的手。嫔妾和娘只是想去上香，谢淑月忽然就拔了刀。谢灵是谢若瑶，本是血脉之亲，如今竟互为利刃，这般湮灭天良的蛇蝎门风，朕今日真是领教了。更何况，你们还想杀了朕的陈妃！来人！谢灵氏意图杀害妃嫔，罪大恶极，念在谢文华1品大员的体上面，赐白绫
即刻执行。谢若瑶，废黜封号，杖510，即刻执行。皇上饶命啊！嫔妾知错了，嫔妾真的知错了。拖下去。太后娘娘，您难道忘了那只桃花簪吗？先把这2个人关进天牢。哼！母后，一只簪子而已，难道还能抵过杀人害命之罪？皇上，谢文华是1品尚书，其妻在宫中生事牵连甚广，若草率赐死，恐怕会引来前朝非议。此事需仔细审问，给朝臣一个交代。先将2人关入天牢，从严审讯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探视。儿臣遵旨。还不把这2个毒妇给朕拖下去！谢太后娘娘开恩！谢太后娘娘！惠嫔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若是真有什么3长2短，本宫这辈子都无法安心。娘娘没事就好，嫔妾皮糙肉厚，死不了的。你别乱动。太医说你伤了筋骨，需要静养。你放心，皇上已经震怒，下旨要赐死那对毒妇了。赐死？皇上真的赐死他们了？本来皇上已经下旨赐白流了，谁知你娘突然像疯了一样，大喊什么太后娘娘，您难道忘了那只桃花簪吗？结果太后听了这话，脸色大变，硬是拦下了皇上，说要顾及朝臣颜面，把他们关进了天牢，还要从严审讯。桃花簪，那只破旧的桃花簪，竟然能让太后当众妥协，能让太后连杀人害命的罪都能压下来。他背后绝对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一个能拿捏住太后命脉的死穴。春枝，扶我起来，我要去天牢。惠嫔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伤成这样，不要命了吗？娘娘，嫔妾必须要去一趟天牢，嫔妾要赶在任何人之前撬开谢若瑶的嘴。娘娘，您抓紧时间，小的在外面给您把风。是你，谢淑月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不对？你滚！我不想看见你！你给我滚！我来是给你一条活路。你说什么？你和娘只能活一个，谁先把太后的秘密说出来，谁就能活着走出天牢。你想想清楚，娘是1品诰命夫人，她见过的大风大浪比你多得多。他要是抢在你前面把实情交代了，你对太后来粮就毫无价值了，到时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可如果你先说出来，我就能去求陈妃，她要是肯开口保你，你一定能保住性命，甚至还能保住位分。你真的能去求陈妃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我只想要太后的秘密。10年前，太后下了一道密旨，太后让谢文华去江南。明面上是去赈灾，实际上是去杀一个人。杀谁？镇国公老夫人。老夫人在江南横行霸道，强占民田，草菅人命，弹劾她的奏折列起来比人还高。太后压不住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牵连到太后自己。太后不能明着动手，只能借刀杀人。谢文华接了旨意，但他不敢自己动手，他找了我爹谢文柏。
你爹谢文柏，我爹一直在江南替谢家打理产业，熟悉当地情况。大伯把太后赐的毒药交给了我爹，我爹做成了，老夫人死了，对外宣称是暴病而亡。可是我爹手里还剩了一些毒药，他趁着大伯不备下在了酒里，大伯被毒死了。我爹和大伯本就长得很相似，他便顶替了大伯的身份，带我回了谢府。原来爹不是不爱我了，他早就死在了自己亲弟弟手里。那只桃花簪呢？说，那是太后母亲的遗物，我爹拿它作为把柄要挟太后。他说太后要是敢翻脸，就把太后杀母的丑事捅出去，大家鱼死网破。所以太后才必须抬举我入宫。谢淑月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让陈妃救我，你快去啊！救你？你害死我亲爹，霸占我谢家，还想毁我清白？你觉得我会救一个杀父仇人的孽种吗？谢淑月，你骗我，你不得好死！爹，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太后知道那个假货占了您的家，知道桃花簪是威胁，她把我选进宫，给我赐号，根本不是看中我，只是把我当成牵制谢若瑶和谢文柏的妻子。既然你们都把我当妻子，那我就掀翻这盘棋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天牢里那场叙旧，泰国果然全知道了。他怕桃花簪的丑事外泄，更是在试探我。惠嫔娘娘，太后娘娘说，谢家的这桩旧事因您而起，也该由您亲手画上句号，如此方能全了您身为谢氏嫡女的体面。劳烦姑姑回禀太后，谢家门风不正，淑月定会为太后清扫干净。这酒我送。爹，您在那儿等得太久了。太后赐酒。太后终究是不肯留活口。月儿，娘这一辈子眼里心里都只有那个人，却把你这个亲生骨肉看成了眼中钉。那顶花冠送我出门时，娘心里可有过一丝不忍？不忍。那时娘只想着，只要你没了，阿瑶便能高枕无忧，谢家便还是谢家。娘错了。娘直到这大祸临头才看清，你爹才是这世上最疼娘的人。可娘亲手毁了他的血脉，毁了你。月儿，这最后一杯，算是娘欠你的。往后没了我这狠心的娘，你要在这宫里好好活下去。轮到你了。我不要！你说过会救我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骗你的。谢淑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骗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你自己喝，还是我帮你？我不喝！你们放开我！我是皇上的妃子，你们不能杀我！张嘴！够了！你偷走我的人生，今天连本带利还给我。
太后赐酒，我不愿与杀父仇人多费口舌。太后倒是心狠，手脚真够快的。大小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？知道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有胆量，跟你爹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你爹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，我亲手合上的。他临死前抓着我的袖子，求我放过你。他说：“孩子无辜，让我别害你。”我答应了，然后我就回京了，占了你的家。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活了10几年，我有10000次机会掐死你，可我没有。留着你这祸根，倒也有趣。大小姐，你记住了，这宫里没有好人，太后不是好人，皇上不是好人，你也不是好人。要不然你在观音殿为什么喊陈妃是春枝呢？你在误导你娘和阿瑶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爹，女儿替您报仇了。杀人灭口，太后这是连1个晚上的时间都不愿多等了。惠嫔娘娘，里头那3位都上路了。劳姑姑费心，都办妥了。太后娘娘说，这谢家的事，外人知道的越少越好。这最后一杯，娘娘请吧。姑姑，您说，若是这杯酒灌下去，1尸2命。什么？皇上那儿，您怎么交代？这本是给太后娘娘的惊喜。姑姑，您确定现在就要了我的命？有劳太医，请去偏殿拟方子吧。奴婢万死，先前是奴婢糊涂。太后娘娘听闻喜后，已下旨晋封惠嫔为惠妃，赐居慈宁宫偏殿养胎，即刻挪宫。太后娘娘说了，请娘娘在老人家眼皮子底下安分待产，等皇子落地，娘娘求什么恩典，太后都会给。养胎，分明是怕我死在外面，要把我圈在这眼皮子底下，等我产子之日，便是她在此第9之时。老狐狸，想等我生完再杀，在那之前，我定先送你归西。听说陈妃娘娘身子不适，派人去永寿宫要补品。惠妃娘娘性子软，连太后赐的安胎药都让出去了。这陈妃也太跋扈了，连皇赐的药都敢抢。走，快去禀报太后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太后今日怎么有空来永坑宫？好你个陈妃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惠妃怀着皇嗣，哀家赏她的安胎药，你也敢半路劫走？太后娘娘明鉴，那是惠妃妹妹看臣妾身子不爽利，主动送来孝敬臣妾的，臣妾怎么就不能收了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霸着皇上10年，生不出1男半女，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如今别人有了身孕，你还要抢她的安胎药，你是想绝了皇上的后吗？你胡说！皇上宠我是因为我是他的结发妻子。你这个心肠歹毒的老妇，当年若不是你在我的饮食里动手脚，我怎会没有等死？你敢污蔑哀家，你涂脂抹粉，魅惑君旨，简直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妖妃！哀
家今日就要替列祖列种教训你！你，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！娘娘，陈妃娘娘吐血了！皇上，陈妃她节哀顺变。母后，您昨天来永康宫跟他说了什么？哀家只是说了他几句，他涂脂抹粉的，哀家让他注意身子。你说了他几句？母后，他身子什么样您不知道。太医说他不能受刺激，您为什么要说他？皇上，哀家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他不懂事，只是觉得他霸着朕不放。母后，他跟了朕10年，他为朕受了多少苦，您不知道吗？皇上，哀家没有恶意，哀家是为了大周的子嗣。母后，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善意？选秀的时候，您非要让朕选秀，说他没有子嗣，说他不配做皇后。现在他死了，您满意了？皇上，你这是在怪哀家。来人，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陈妃沈氏，温惠秉心，疏尽迟恭，追封为孝贤皇后。辍朝3日，以皇后之礼下葬。皇上，皇后之位需要哀家和内阁商议，你怎可如此草率？朕的皇后，朕说了算。皇上，凡是昨日去过永科宫且私下里与慈宁宫有过往来的，全数拿下了，就在底下候着。这宫里欠沈氏的，朕要你们一笔一笔用命来填。继续打，不必留活口。传旨，即刻封锁慈宁宫，无朕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哀家斗了一辈子，终究是老了。走吧，去五台山。皇上，嫔妾有一事相求。你怀着身孕，不必多礼。什么事？孝贤皇后无子，100年之后恐怕无人供奉香火。嫔妾愿意把腹中这个孩子过继给皇后，将来也好有人给她烧纸上香，不让她在地下孤单。惠妃，朕这辈子欠她的太多了，你能替朕还上这份债，朕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只要皇上安心，这孩子能记在皇后姐姐名下，也是她的福气。人人都在抢，唯有你在让。月儿，这中宫之位悬虚已久，唯有你才配替朕守着这后宫，替沈氏收这份香火。李煜，传旨。老奴领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妃沈氏柔嘉诚信，淑慎持忠，堪当中宫之位，册封为皇后，赐居坤宁宫，钦此。娘娘，您看这个，一个是孝贤皇后当年送您的，一个是您自己缝的。麝香和红花，活血化瘀，女子常用，则不孕。这孝贤皇后她一开始就想害您。
在这吃人的皇宫里，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。我不欠任何人，一切都是以恶制恶罢了。娘娘，五台山急报，太后暗中联络旧度武将，搜集您干政的伪证，更想借先帝遗诏伺机回宫，夺回大权。连夜赶去五台山，制造疾病暴毙之象，做干净点。属下明白，绝不留后患。太后，您的时代终结了，黄泉路上，您就好好和谢家那些死鬼叙旧吧。皇上，五台山800里加急丧报。你说什么？太后娘娘在五台山礼佛时突发疾病，连太医都没来得及赶到，就已经圆寂离世了。母后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前几日不是还传信说身体硬朗吗？皇上节哀啊！太后娘娘一生为大周操劳，积劳成疾，定是菩萨见她受苦，将她早早接去了极乐世界。罢了，母后这些年也确实累了。传朕旨意，太后不幸仙逝，举国哀悼，以最高太后之礼将其迎回京城，风光大葬。至于其他细节，就不必多过问了，让太医院封存卖案即可。奴才遵旨。不过问，皇上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太后的死对他而言是除掉了一个最大的枷锁。娘娘用力啊！老奴已经看到头了，您再加把劲儿。太医呢？不管用什么，一定要给朕保住皇后和皇子。若有差池，朕要整个太医院陪葬。皇上息怒，太医们都在里面候着呢。娘娘吉人自有天相。恭喜皇后娘娘，是个健康的小皇子。我的孩子，这是我在这深宫中最坚不可摧的筹码，也是我历经2世地狱复仇成功的证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歇氏温婉淑德，但遇皇长子有功，深为朕心。今册封皇长子为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普天同庆，钦此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月儿，你看这大好江山，这壮丽宫殿，以后就是咱们孩儿的了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大周的江山定会在咱们手里千秋万代。这江山，这后宫，从此以后由我们母子牢牢掌控。